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Lu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上次最新报道，灰熊队将裁掉前 MVP 德里克·罗斯，这个消息为何会如此突然呢？纽约记者安贝格里对此事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，他表示，从技术上讲，这一消息是准确的，但我的消息源透露，罗斯是主动提出想要离开，灰熊方面同意与他解约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看看这位玫瑰会在未来1周内宣布什么新的计划。罗斯接下来究竟是继续他的职业生涯，还是选择退役，令人期待。不过，必须注意的是，再过2个星期，他将迎来36岁。对于职业篮球运动员而言，这个年龄往往意味着生涯的尾声。罗斯在职业生涯中享受过众星捧月的荣耀，也经历过被冷落的苦涩。如果这次确实是他主动要求被裁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罗斯去年与灰熊签下的合同为期2年，总价值660万美元。然而因伤病困扰，上赛季35岁的他仅为灰熊出战24场常规赛，场均 16.6 分钟的出场时间中，可以拿下 8.0 分、1.9 个篮板和 3.3 次助攻。或许他是希望能够再次展现自己的能力，但灰熊的后卫线并不缺人。球队中有莫兰特、斯马特、小皮蓬和斯宾塞等球员，他们在轮换中的位置都高于罗斯，因此他在球队中确实没有合适的位置。如果只是坐在板凳上度过一个赛季，这对他来说显然没有太大意义。与其如此，倒不如寻找一支能够给他更多上场时间的球队。或许他也希望换一种生活。36岁的心态和22岁时大相径庭，回归家庭也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毕竟，相较于篮球，生活本身才是更为重要的竞技场。无论罗斯最终选择哪条道路，这其中没有对与错，重要的只是他出发的动机和目标。上赛季的德里克·罗斯算是孟菲斯灰熊队中一个磕磕绊绊的一份子。回顾整个联盟，实在很难找到比灰熊更加艰难的球队。同时，放眼整个联盟，同样很难找到比罗斯更为坎坷的球员。作为历史上最令人唏嘘的 MVP， 罗斯在他美好的青春岁月中，犹如一朵盛开的玫瑰。进入联盟的第3个赛季，他便获得了所有球员梦寐以求的荣耀。然而，随之而来的却是如落鹰般的凋零。他的起点很高，仿佛是另一位天选之子，以状元身份踏入联盟。罗斯在新秀赛季便荣膺最佳新秀，2年级时便入选全明星，这使得在2010至11赛季的媒体日上，记者便开始询问新赛季的目标是什么。面对这类问题，年轻球员通常会保持谦逊或给出一些公式化的回答，而罗斯却不同，他牢记着年轻人该有的盛气，给出了一个豪气冲天的答复：我对自己期望很高，为什么我不能成为联盟里最好的球员并获得 MVP？ 坦白讲，我找不到无法做到这些的理由。生而为人，最得意之处莫过于兑现自己曾经的豪言。1年后，罗斯果然成为了 MVP， 站在了 NBA 的巅峰。那一年他才22岁，眼中闪烁的对未来的渴望与光芒。年轻时他一举成名，缔造了历史，在强者如云的联盟中，依旧找不到比他更年轻的 MVP， 以至于在劳资谈判中特意加入以他名字命名的条款，以表彰那些在新秀期便崭露头角的球员。然而，命运的转折却发生在他遇上希伯杜的那一刻。在那个让罗斯永生难忘的夜晚，原本一帆风顺的命运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弯。至今人们仍然难以理解为什么希伯杜会在领先20分的情况下让罗斯上场，或许是为了追求更大的胜利，或许是要展现严丝合缝的战术执行。结果这一决策的代价则是罗斯左膝的十字韧带撕裂，导致接下来的12至13赛季彻底报销。尽管他艰难付出，等待他的却不是风城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的美好，而是再次遭遇的重伤。从十字韧带到半月板，德里克·罗斯经历了几乎所有能摧毁运动生涯的伤病。试问谁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呢？自那以后，江湖上的权力榜再也找不到罗斯的身影，无论是个人数据还是竞技状态，都无法再支持他继续呼风唤雨。他的地位逐渐降低，生活也每况愈下，最终连公牛队都不再愿意留下他。走吧，走吧，是时候给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安放的地方了。从纽约到骑士，再到爵士，罗斯在这段旅途中经历了人间的沧桑，其中他在骑士的岁月尤其刻骨铭心。想当年幼年的勒布朗·詹姆斯离开时曾与罗斯联系过，罗斯笑着回应：岂能让我当老二？时光荏苒，如今幼詹已经蜕变成了国王，而罗斯是否还能找回当年的自己呢？他不得不继续收拾行囊，换一个新的环境。从中国的北国沈阳到美国的明尼苏达阿波利斯，
短短1年间，罗斯2度伤感落泪。在中国，他被球迷的忠诚所打动；在美国，他恍如找回了自己的状态。那场对阵爵士狂砍50分的比赛，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大亮点，不仅让他的追随者们兴奋不已，更令罗斯感动得泪流满面。经过了整整7年的挣扎，罗斯才终于追上了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。看着他在场上狂砍50分的，仍然是西伯杜。对于这位教练，罗斯怀有复杂的情感。他带他赢得了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， 却也因为不当用人让他受了重伤。西伯杜既是他绽放光彩的助推器，也是他陷入低谷的罪魁，不禁让人联想到韩信与萧何，成也西伯杜，败也西伯杜。日后，罗斯随西伯杜前往纽约，这对师徒间的羁绊显得愈发复杂。然而，与那些越老越妖的宿将们相比，罗斯始终是多次大修返场的老纪。尽管他志向远大，现实却不再允许。沉迷于执教的西伯杜仿佛成了种植园的农场主，未来他手下是否还会出现新的牺牲品也未可知。灰熊队接纳了罗斯，希望他能以过来人的身份传授经验，避免那心高气傲的乡王走上错误的道路。但可惜的是，莫兰特刚复出便再次受伤，罗斯的教导机会也随之而去。若无缘，那便无缘。尽管根据合同，他完全可以在灰熊再待1年，但罗斯绝不是那种赖着不走的人。在灰熊队，罗斯在场均16.6分钟的时间里能够贡献8分、1.9个篮板和3.3次助攻，这是否意味着他的潜力依然存在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既然在这种有限的出场时间下，罗斯完全可以担任第2或第3控卫的角色，为球队提供10分钟的支援，关键在于罗斯自己是否愿意再次开启这段旅程，调动自己内心的动力。有些令人惊讶的是，许多罗斯的粉丝希望他的职业生涯在此止步，不再经历更多的起伏。曾经亲历过罗斯巅峰时光的球迷们，看到如今的他虽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，他们无疑会感到一丝无奈与痛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逐渐能体会到万物皆有成本，一切皆有代价这句话的深刻含义。曾经我们会认为罗斯的伤病是命运对他的不公，但现在回头一看，罗斯能够攀登到篮球的巅峰，确实是他过度使用自己身体的代价。他那些高速变向不减速的扣篮动作，确实展现了篮球的极致魅力。在罗斯加盟灰熊时，很多人就说莫兰特已经掌握了如何腾空而起，而罗斯则应该教教他如何安全落地。年轻时的罗斯就如同现在的莫兰特一样，专注于飞翔，却常常忽视保护自己膝盖的重要性。有时间的小伙伴们不妨回顾一下罗斯高中时期的比赛录像，在快攻时，他总是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疯狂地朝篮筐冲去，仿佛随时准备上演一记震撼人心的扣篮。在完成扣篮后，他的双腿几乎是笔直落地，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缓冲。当罗斯落地时，他的双腿呈一条直线，膝盖承受着全部的垂直冲击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如果你进行一次垂直起跳，然后膝盖完全不弯曲的落地，膝盖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。理想的方式应该是在落地时膝盖微微弯曲，以便将冲击力均匀地分散到腿部。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球员在上篮后选择主动倒地，这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性的缓冲手段，旨在让身体分散受到的力量，从而降低受伤的风险。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可能错过回防的机会，球员们依然选择优先保护自己。当罗斯初入联盟时，肯定有许多人对他传授过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。然而，打球的习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。即便罗斯在起跳前的那一瞬间意识到要在落地时弯曲膝盖，身体的本能却常常让他选择了直接垂直落地。罗斯的独特打法为他赢得了无数球迷的心，并使他成为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， 但这也让他在巅峰时刻遭遇了陡然的跌落，身心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。所有成就背后都暗藏代价，而罗斯所付出的代价实在过于沉重。曾几何时，罗斯希望能在芝加哥度过整个职业生涯，但现在他已踏上了流浪的旅途。在公牛队的7个赛季以及在纽约尼克斯的4个赛季以外，罗斯在活塞、森林狼、骑士和灰熊的经历都未能持续满2年。接下来的选择对他而言无非有2种，其一，选择退役。自19岁进入职业篮球圈以来，罗斯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奋斗了16年，他经历过辉煌、泪水、风光与低谷，人生的酸甜苦辣几乎都已品尝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。那么其二呢？其二，我猜测很有可能是重返公牛，也许会签下一份短期合同，不论是1年还是几个月，至少能重新穿上那件曾经的战袍，在他梦想起航的地方为自己做一个完整的交代。
从理论上来看，这个选择是显而易见且可行的。新赛季的公牛队似乎并没有追求太多的目标，腾出一个名额来迎接这位曾经的名宿，并没有什么不妥。球队的后场阵容中不乏年轻人，增加一位老兵来传授经验、分享往事也未尝不可。或许这还可以借此机会唤起球迷的情怀，为球队带来经济收益。毕竟那些年长的当地球迷，谁不希望再看一眼曾经的城市宠儿呢？在这两条道路之间，罗斯需要尽快做出选择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德里克·罗斯即将在几天后迎来36岁生日。他倚靠在床头，窗外的树叶轻轻飘落，秋风徐徐拂过，吹散了那缭绕的烟圈。在朦胧的氛围中，他似乎听见耳畔传来轻声的呼唤：“回家吧，回家吧。”每当媒体讨论德里克·罗斯的话题时，似乎总是围绕着励志、伤病、奋斗、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 以及那些唏嘘的遗憾和重返巅峰的祝愿。那些主题虽然引人注目，但我自己也有些厌倦了。那我们最后该说些什么呢？我不想做煽情的回忆，也不想再强调他能扣篮却不能上篮，能进行复杂的扣篮却做不到简单的灌篮，能加速却不减速。关于他曾经的辉煌，已经不需要再赘述了。我想表达的是，从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角度来看，德里克·罗斯即使选择在此时退役，也已经相当了不起。许多人或许会感慨玫瑰花期的短暂，但我并不认为罗斯的职业生涯只是短暂的巅峰，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其实已经足够长。各位想想吧，他已经在 NBA 打了16个赛季，在这长达16年的职业生涯中，罗斯分别效力于公牛、尼克斯、骑士、森林狼、活塞和灰熊。他总共出战了732场比赛，场均能够贡献17.4分、3.2个篮板和5.2次助攻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，这真的已经相当长了。我们不能用对待詹姆斯·杜兰特的眼光去要求其他运动员。NBA 作为历史上最顶尖的篮球联赛，球员的更新换代速度是显而易见的，尤其是像罗斯这种依靠速度和爆发力的后卫，一旦遭遇重大伤病，恢复的难度是相当大的。然而，罗斯在2011至2012年季后赛首场比赛中遭遇左膝十字韧带撕裂后，伤病便如影随形，伴随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。经过多年的伤病折磨与颠沛流离，他曾认真考虑过退役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。从球迷的角度看，我们应该心存感激，因为在 NBA 这个舞台上，昙花一现的球员不计其数，这些球员通常非常自负，特别是美国球员，一旦获得财富，飘然的心态便很普遍。而罗斯能在35、36岁仍然在赛场上拼搏，除了需要调整自己的打球风格外，心态的成熟也是关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罗斯身上有一种非常珍贵的品质——谦逊。曾经的我充满自负，但我早已把心中的那份骄傲埋藏了，因此今天的我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，并且我依旧在不断地挑战自己。对于罗斯而言，走到中年后，他经历了生活的起伏，逐渐领悟了生活的无奈，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，见证了世间的冷暖，透视了人性的复杂。或许他早已明白，作为玫瑰的自己并不需要多么惊艳，也不必过于繁华，而是要远离喧嚣，沉静内心，做到一半清醒地面对生活，一半释怀地看待过去。岁月如梭，时光飞逝，曾经那些在课堂上悄悄观看比赛文字直播的罗斯粉丝们，如今早已不再年轻。他们学会了与自己和解，与过去和解，逐渐放下了曾经的执念，变得不再纠结，也不再情绪化。如今的我们不再愿意高唱苦难的赞歌，因为苦难本身并无太大价值。我们学会了接受曾经年轻时的狂妄与不切实际的梦想，像罗斯一样，面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，微笑着走向未来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没看够，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，那就点点订阅。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上球。